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，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。程毅说把预期设低一点，我突然懂了他为什么总能活得松弛。你有没有发现，身边那些活得最通透、最松弛的人，往往不是目标最远大的，而是最会降低预期的？演员程毅在最近一次回湘西老家的采访里，就说了这么一句大实话：把自己的预期设低一点，这样人会更容易快乐。这句话听起来简单，背后却藏着他能在高强度工作和聚光灯下，依然保持自在平静的秘密。2026年5月，程毅作为《月游》杂志13周年刊的封面人物，回到了湘西。这次拍摄，他连一件行李都没带，落地就开工，收工就赶下一个行程。这几乎是他这些年的常态，但他并不觉得这是遗憾，反而计划着下次或许可以给自己留几天，慢慢去探索一个地方。他对旅行没有一定要去哪或者一定要怎样的执念，最大的盼头不过是睡个好觉，吃顿合心意的饭。这种心态也体现在他对家乡的感受上。一踏上湘西的土地，他所有感官都是打开的。小鸟的叫声，山间的雾气，泥土和青草混合的清香，还有晨间一碗粉的烟火气。他鲜少在这个时节回来，却对一切毫不生疏，因为山水草木连同空气里居高不下的湿度，都是他的旧时。他没有预设故乡必须是什么样，只是全然感受当下。于是细微的、个体的感受交织在一起，构成了他心底那个纯粹的湘西。在湘西矮寨镇的天问台，他站在三面悬空、脚下云雾翻涌的巨石上，从容地像在自家后院散步。这有点让人意外，因为他其实恐高。游乐场里但凡涉及高空的项目，他都退避三舍。他自己也觉得奇怪，在戏里吊威亚无论多高都敢上，在天上飞来飞去还翻跟斗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，游乐园那些我就不敢。他的解释是，演戏时是角色需要他行，生活中他不用非要说服自己去做。他清晰地划分了戏与生活的边界。正如他常说的，聚光灯关掉，我就是个普通人。双引号。在蝴蝶寨拍摄时，一条大黄狗突然窜出来，围着他绕了好几圈。他笑着打趣，说这狗长得像他演过的《莲花楼》里李莲花养的那只狐狸精，只是老了点。戏里的狐狸精是一只由中华田园犬大黄扮演的忠犬，陪伴李莲花行走江湖。戏外，这只偶遇的土狗让他瞬间联想到了角色。快乐就这么自然而然地发生了。他的快乐从来不是等来的，是他自己主动伸手，从最平常的相遇里按下的开关。他坦言自己会怕黑、怕鬼、怕失败、怕被误解。他的乐观并非天生无畏，而是学会了找到害怕的开关，轻轻把它关上。对于放松，他也有过困惑，曾练习过却觉得很难。他现在觉得放松更多是看感觉、看场景和对话的人，是自然而然出现的，不强求自己必须放松，反而更容易进入那种状态。这些年，他一年有近360天泡在横店拍戏，但从2023年后，他开始注重给自己留神隐的空间，每拍完一部戏，总会消失一段时间，或是调整自己，或是陪伴家人。他很少给自己立宏大的目标，只是专注做好手头的事。他曾说，即使设想再多，真的到了时候也不一定如设想那样发展，所以不如顾好每一个当下。这种行则将至的态度，让他不被过高的期待绑架。他向往的生活状态是平静、自在、专注。他会抽空泡一杯茶，不讲究茶叶种类，只为片刻放松。他向往在巴黎街角发呆，或骑着单车漫无目的地游荡。这些简单却充实的时光，是他对自己与世界的温柔表达。
当被问及如何平衡工作与生活，他的回答是：“这是我自己的生活呀，陪家人看病，陪老人喝茶，这些日常琐事成为他奋斗的真正意义。”在入行15年的节点上，他依然对表演充满探索欲，说没有尝试过的角色类型，都想去试一试。为了角色，他会做大量前期准备，从2016年起就动笔为角色做备注，细致到喘息时呼吸的力度。他相信，只有内心真正相信这个人物，才能在拍摄时把他变成真实存在的人。这份对专业的极致投入，与生活中降低预期、专注当下的态度，构成了他独特的平衡。他说，人生里快乐的部分总要大于不快乐的部分，把预期放低一点，反而更容易被生活里的小确幸打动。也许是一只跟着你走的大黄狗，也许是一顿合胃口的饭，也许是寨子里吹来的一阵风。这些细碎的温柔，才是生活里最珍贵的东西。